你知道在上古神话中哪个人物的身高最高吗？我看肯定很多人会说逐日之神夸父，还有吊敖巨人龙伯，但他们都只能排在倒数，第一名可脚踏地球。为此我查阅了大量资料，将所有人物的身高逐一分析，最终盘点出了10位神话巨人，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奉上。第10，无头巨人刑天。说到战神刑天，相信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实力强悍、宁死不屈的硬汉形象，因为这个优点过于耀眼，所以刑天的身高都被大家所忽视。其实刑天本属于巨人部落，是炎帝的手下，在巨人部落里，刑天的身高又高出本族人很多，所以他应该是当时巨人族中最高大的人物了。我们都知道蚩尤身高也很巨大，传说他去炎帝家做客时，炎帝家的屋顶都会被蚩尤顶破，但其实蚩尤身高还不如巨人族部落的人群。由此可见，刑天被形容为体型巨大的上古巨人，一点也不为过了。特别在他的头颅被皇帝砍掉后，要用一座山才能埋起来，所以刑天肯定会比49米的共工高很多了，具体身高在55米左右。因此，如此巨大的身高，再配上一把神斧在手，势大力沉，几乎没谁敢和他硬碰硬。第9，大地之神夸娥氏。或许很多人都认为夸娥氏和夸父有关，其实不然，在我们熟知的愚公移山中便有他的身影。相传夸娥氏有2个儿子，最后搬走王屋山和太行山的就是这2位。根据描述，他也是一位巨人，并且力大无穷，他的名字就是因为其力量而得名。在诸多上古的神话传说中，虽然没有对夸娥氏的身高描述，但在许多书籍中都是这样描写王屋山和太行山的：高万仞，方700里。想想看，他儿子能背起来这种面积的山，除了具有神力之外，他的体型身高肯定也不会小，但因没有具体技术，所以暂列第9位。第8，吊敖巨人龙伯。龙伯出生的地方便是巨人的乐园，这里的人体型非常高大，一般都有30丈，换算过来也就是100米左右。而且最恐怖的是，他们渴了就喝海水，饿了就吃鲸鱼。如果想来一只一锅炖不下的鲲，对于他们而言当然也不是问题。而且据说龙伯原来的身高比100米还要高，后来因为他闲来无事钓鱼，把身负瀛洲、蓬莱、万丈3座仙山的巨鳌给钓走了，致使3座山无所凭依，随海飘走。于是天帝大怒，惩罚龙伯，他瞬间身体收缩，变得只有30丈的身高了。你知道中国神话人物身高排行吗？今天他来了。第7，追日之神夸父。说起夸父，应该是上古巨人里大家相对熟悉的。夸父逐日的神话故事最被人们所熟知，但你们绝对不知道的是，其实夸父是一个巨人部落的名称，而每一任的首领也被称为夸父。我们暂且只将逐日渴死的那位夸父族首领列入本文中，他和后来帮助蚩尤和九黎族与皇帝对抗的夸父不是同一个夸父。然而在《山海经》中也只描述他是巨人族，并没有说明其具体身高。但是根据《海外北经》记载，夸父在追赶太阳的时候，口渴时曾经喝干了黄河和渭河的河水，即使这样还是没有喝饱。而且夸父死后，他的手杖化作了一座桃林，说明夸父的身高应该和山差不多大小。从这几点就可以说明身高体型绝对大于龙伯。第6，劈山河神巨灵。巨灵在《搜神记》中有记载，他与《西游记》里的巨灵神有着一拼，甚至也有人说巨灵神就是以巨灵为原型的。巨灵的身高和力量在《搜神记》里都有清晰的描述，他用手擎住2华之身的上部，脚抵住山脚，用双手硬生生把一座山撕为2半，然后让洪水从中间顺流入海。通过这个描述，再想想《西游记》里巨灵神的模样，这巨灵绝对可以算上巨人中的巨人了。最厉害的是，他在撕破这座山的时候，顺手一扔，就把这2座山扔在南北2面。这2座山就是今天的华山和黄山。想想看，华山海拔2154米，黄山海拔1854米，那巨灵的身高至少得是他们的2倍吧，大概有4000米左右，相当于1/2个珠穆朗玛峰了，这身高属实恐怖。第5，治水巨人防风氏。防风氏是上古时期的巨人族，据说每一个都有3丈3尺高。其实巨人族的身高远不止于此。传说防风氏曾助鲧上天盗取息壤，是怎么帮助的呢？就是防风氏站在昆仑山顶，用手托着鲧，把鲧送到天上。但是鲧事后被罚，防风氏也受到牵连。天帝一看这身高，绝对影响天界的安全的，所以才缩低了防风氏巨人部落的身高。又有一传说，说当年大禹治水时，在会稽山召集各部落首领开会，结果防风氏迟到，大禹就把他杀了。防风氏的一节骨头要1辆车才能装下。不论是以上这2种传说中的哪一个，防风氏的身高几万米是挡不住的，甚至高的都有10几万米。你真的了解上古神话人物吗？他们的具体身高又是多少呢？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上古神话中的10大巨人，并列在第4、第3的是仆父和仆父之妻，这是一对巨人夫妻，来自于《神异经》东南荒经的记载。根据描述，这对夫妻身高相同，都在1000里，差不多50万米之上，胸围在100里以上。他们在天地混沌初开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。据传说，天地初分的时候，百川混乱，洪水肆虐，上天派这夫妻2人疏通河道，治水入海。这夫妻2人在开始的时候都尽心尽力，努力治水。随着千百年过去，逐渐产生了懒惰的想法，继而怠工偷懒睡觉。被上天发现后，罚其2人赤身在东南方向站立思过，经受风吹日晒，不得坐卧。如果什么时候黄河之水变为清水了，他们才可结束。这夫妻2人是上古时代最早的治水之神，但也是混得最惨的上古之神。第2，神秘巨灵无路之人
无路之人这个人物在《神异经·西北荒经》中有记载，里面说无路之人身高高达2000里，2000里什么概念？足足有100万米高啊！而且其腰围也有800公里。我们根据这数字可以看出，他应该是类似于这种短粗胖的体型。但是无路之人可不矮，他一步就能跨越千里之遥。无路之人不知他来自何处，也不知他将去向哪里，整日的游荡于宇宙空间，而且肚子极大，但饭量极小，不食人间烟火，饥饿的时候只喝5斗天酒，不吃5谷鱼肉，不爱世人生活，不干涉万物之事，每天以饮天酒度日，性情超然散淡，似在天地之间，但又似与天地宇宙无关。闲游天酒是他仅有的需求，因超然物外，所以关于他的传说几乎为零。第一，创世巨神盘古。关于盘古的传说，大家是最为熟悉的，因为他是开天辟地的创世之神。根据记载，盘古一天有9次变化，手托天，脚踩地，顶天立地万余年。按每天长高1丈计算，恐怕盘古的身高也得有2000万米了，差不多抵上地球直径的2倍。当然了，即使没有这些数字，盘古的身高也是最高的，毕竟属于开天辟地、顶天立地的大神。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形体上做比较，在神话体系中确实没有超过他的巨人了。盘古是巨人之首，当之无愧。